三国演义描写了400多个人物，大抵是足智多谋或孔武有力的奇人。谁也料想不到，这样一个群英荟萃的三国乱世，最终却归于司马懿家。公元249年，司马懿发动政变，夺曹魏政权，后其孙司马炎平定东吴，建立晋朝。乱世纷争中，曹魏政权打下了江山，最后却被司马家族摘了桃子。为何是司马家族？司马懿如何用41年的蛰伏隐忍，成为乱世变局中笑到最后的赢家？司马懿外号种虎，意为隐藏在墓穴中的老虎。他的一生确实人如其名，将隐之一字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司马懿为名门之后，少年时期以聪明多略著称，被断言为非常之人。之所以会等到29岁才入曹府为官，只因在此之前，他曾刻意隐而不仕。建安6年，时任司空的曹操听闻司马懿的才气后，派使者前去征辟。晋书中对此的记载是，司马懿明知大汉将亡，却不肯屈节追随曹操，于是装作中风卧病不起。曹操一开始并不相信，特意派人夜间潜入司马懿家刺探消息。谁知司马懿早有对策，他躺在那里，任密探拿银针在腿脚上乱刺，依然面不改色，一动不动。密探这才相信司马懿是真的中风了。不过这情节完全经不起推敲，至少不是事情的全部。曹操初入官场时担任洛阳北部尉，举荐他的正是司马懿之父司马防，两家关系匪浅，不存在曲节一说。那么司马懿究竟为何不愿出仕呢？原因在于举荐人魏种，此人曾背叛过曹操，不仅势力薄弱，而且过去并不光彩。按照当时的惯例，接受举荐就意味着跟举荐人绑在了一起，门生的标签会伴随终生。堂堂司马氏后人自然不甘与这种人为伍。司马懿这一装病就装了7年，7年蛰伏等待，他一点都不心急，因为他知道曹操需要人才辅佐，而他恰好就是那个人才。而一切正如他所料，在曹操统一北方，正式成为三国霸主，伴随着魏武3诏令的颁布，曹操对人才的需求已到了求贤若渴的地步。这个时候，颍川巡视首领荀彧发出邀请，司马懿迫不及待地出山了，这也为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伏笔。建安13年，司马懿因曹操征辟入朝任职。此时曹操手下还有一名官员，名叫杨修，两人论才情难分伯仲，一度都是深受曹操赏识又为其所忌的人才。但在为人风格上，杨修与司马懿却完全不同。恃才傲物的杨修总是喜欢卖弄学识，一有机会就到处展示自己的才华。曹操在新修的宫门上写了一个活字，他便直接告诉修建公说曹操是贤门太阔了。曹操在点心上写了一盒酥，他又当场猜出1人1口的意思，当仁不让吃了起来。虽然这些言行确实可以证明他的聪明多智，可他忘了生性多疑的曹操怎会容许他人一直看穿自己的心思。而司马懿在曹操身边从不张扬，不说任何不该说的话，出3分力办3分事，只当个勤勤恳恳的打工人。曹操知道司马懿有雄才大志，也对司马懿动过杀心，曾因3马拱曹之梦而猜忌司马懿，后又因发现司马懿有狼顾之相而将其视为心腹之患。好在这些都被司马懿以老实本分、勤恳低调的行事态度一一化解。最终杨修被曹操借机处死。反观司马懿，不仅躲过了生死危机，还得到更多机遇，从文学院一路升任为太子中庶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曹操的猜测是对的。司马懿不是没有抱负，相反，他的野心要远超一般人。老子有言：夫为不争，而天下莫能与之争。也正是因为善于退让，他才能在后来连续受到4代君主的重用，成为曹魏权臣。曹操病逝，曹丕的继任是司马懿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曹操临终前告诫曹丕，司马懿可以重用，但不能信任。可惜曹丕不听，曹操若泉下有知，估计会骂一句逆子。曹丕对司马懿极为看重，继位没多久，司马懿就被其连连册封，官至副宰相。公元224年，曹丕攻打吴国，
任命司马懿为辅军大将，领兵5000，镇守许昌，代理国政。对于一个文臣而言，能执掌军权，本该是莫大荣耀。司马懿却历次不受，后来是被曹丕一句“如今册封你，不是加以优容，而是要你为我分忧”，才不得不担下重任。此时司马懿还没有什么用兵之才，但他在实践中不断领悟，才干、资历都得到了磨砺与锻炼，为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曹丕去世后，司马懿成为了真正的将领，用对手的鲜血证明了自己的能力。但曹魏宗室已经日渐凋零，别说曹仁、夏侯惇这样的名将，就连曹真、曹休也已相继过世。曹氏和夏侯氏中几乎无人能够镇守一方。诸葛亮在西南厉兵秣马，孙权在东南虎视眈眈，曹睿无奈之下只能任用外姓将领，司马懿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公元226年，曹丕病故，年仅22岁的曹睿登基为明帝。东吴孙权得知消息，趁乱出兵围困江夏城，幸得司马懿率军出击迎战，才得以大败吴寇。有了这一赫赫战功，司马懿被升任为骠骑大将军，实至名归。彼时，在同为辅政大臣的4人中，曹真与曹休都以善于带兵作战自居。可过于自信的结果，却是连打败仗。诸葛亮第5次北伐时，司马懿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采取坚壁拒守的方法，不肯出兵。由于后勤补给艰难，诸葛亮只得采用激将法，逼迫司马懿迅速出兵决战。他命使者给司马懿送了一套女装，出人意料的是，司马懿竟不以为辱，欣然收下并穿在身上。就这样，在两军相持于5丈原100多天后，诸葛亮积劳而逝，司马懿借此打赢灭蜀之战。在讨伐辽东战役中，司马懿同样采取了示弱战术，使公孙渊降低警惕，从而成功平定叛乱。曹睿临终时让曹爽、司马懿共同辅政。曹芳年仅8岁，朝中大事都是辅政大臣说了算。如果曹爽足够聪明，两人和平相处，直到皇上成年，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麻烦事了。但曹爽野心太大，也太急躁了。曹爽控制曹魏政权的正始年间，他手下的何晏、夏侯玄等官员主持进行了一系列颇有声色、褒贬不一的改革，被称为正始改制。其主要措施包括改革官员选拔制度、地方行政管理层级、整改官场的繁文缛节、抵制奢侈之风等等。对于这次改革的效果，史书褒贬不一，但无论如何，裁撤郡级行政单位、限制地方中正官在官员选拔中的权利，都严重侵害了世家大族的利益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部分人是朝廷的中枢，曹魏政权的根基，这些作为注定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。因此，司马懿在洛阳发起政变前，世家大族早已对曹爽集团普遍不满。司马懿的政变完全是顺势而动。正始10年正月，曹爽随皇帝去高平陵祭拜，司马懿趁机与蒋济、高楼联手封锁了洛阳城，并上书太后要求罢免曹爽。可以说，高平陵之变就是满朝文武推举司马懿带头发动的，而他们的目的只是推翻曹爽，恢复到之前的利益格局，而不是改朝换代。此时的司马懿依然承诺曹爽，只要交出权力，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曹爽真的相信了，于是他将皇帝托付给司马懿，并交出了兵权。然而，等曹爽当真放弃兵权后，司马懿却露出了自己隐藏几10年的真面目。他背信弃义，曹爽一系主要成员都被诛灭3族。我们觉得曹爽愚不可及，更多是从马后炮的角度。当时，无论是政变的参与方，还是曹爽集团的成员，都认为这只是一次兵不血刃的权力洗牌，还不至于丢了性命。在汉献帝、曹奂、刘禅、孙皓这样的亡国之君都能凭借身份得到善终的年代里，放弃权力后以贵族和富家翁的身份终老，并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反而是露出獠牙的司马懿让人意外。无论曹爽还是蒋济都没想到，做了30年大魏纯臣，已经快要入土的司马懿，此时竟然会顾不得任何脸面和规则，选择用曹爽集团全族的性命来完成自己改朝换代的野心。高平陵之变后，三国的纷争被司马懿一刀了结。不得不说，司马懿这份隐忍和深谋远虑着实让人害怕，也让人佩服。尽管有人说他阴险狡猾，带有贬义性，
可41年的隐忍绝非凡人能及，能够做到这一步的，又何尝不是一代枭雄？贾谊论中有言：君子之所取者远，则必有所待；所救者大，则必有所忍。真正厉害的人，都是在不动声色中攻城略地，